嗨，大家！今天我们要来拍1万订阅的 Q&A 了，就是拖得有一点久，因为最近一直在忙从台湾回到纽约，以及我下礼拜要开始工作和继续念硕士的一些事情，所以最近就是有一点小忙。因为其实我在 IG 上面还蛮常做 Q&A 的，而且我都有存成精选，所以有些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太多次，我这次就不回答了。大家可以直接去 IG 精选看，你应该就会找到你想要的问题的答案。今天这边我想要来回答一些是我一直以来都会有一点没有特别想回答的问题，以及我就是从来没看过的问题，这样子。好，那就开始吧。对了，今天的问题我会把它全部整理到资讯栏，所以你可以直接拉到你想要的问题去看。OK， 那第一题呢，我就要来回答一个超级多人问，多到我想说大家也太好奇了吧，就是关于我现在的感情状况啊，以及我的感情上面的价值观是什么。先说，我的确一直以来都没有在社群上面分享任何感情方面的比较私密的部分。那主要也是因为其实我就是单身，而且因为我大学是念医学工程嘛，后来转挑到行销跟传播的领域，一毕业之后我就工作，然后就飞来纽约，然后念硕士之后又在这边工作，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的生活重心都蛮注重在工作职涯的发展，以及我个人身心方面的调试等等等的。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恋爱在我的整个清单上面它是排在非常后面的。我对爱情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向往嘛，但我来纽约之后有尝试想要更认真的去认识更多人，然后看能不能找到对的人。因为我自己认为对的人这种事情啊，你就是要有耐心，有一天它就会出现了。另外还有一个人问到说，我在感情里面呢是属于比较主动的人还是比较被动的？那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觉得我是一个超级被动的人。就如果对方不问我，我就是死都不会主动发出邀请，我就是很贱这样子。再来是平常是怎么理财跟记账的。记账的话，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就是用一款 APP， 它叫 Pennyworth， 然后我就是把所有我花的钱都记在那个 APP 里面。目前这样子一笔一笔，就是完全都没有漏掉的情况下，记账已经快2年了。然后我自己也大概知道说我每个月的花费都落在哪里，所以我也会有一个预算表说，哦，每一个项目啊，像是吃的啊、住的啊，它的开销就是这么多，然后我就会尽量让自己每个月的开销都维持在那个平均下。理财的话，我目前就是看网络上的一个方法，每个月都存下你收入的30%。然后我前阵子有买了基金，那是我人生中自己买的第一笔基金。但是我目前会认为，对我来说开源会比节流重要，所以我会尽量想办法让自己有多一点不同的收入来源。比如说我在纽约大学工作啊，我接行销的案子啊，以及我经营自媒体都是不同的收入管道。再来是希望知道我的穿搭灵感，以及想要看我的饰品收藏。然后穿搭灵感的话，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到现在都还蛮喜欢观察路人的穿搭，在台湾的时候是，然后我觉得在纽约的时候更是，因为纽约就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城市嘛，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有办法用一些不是很特别的单品，但是他们可以用一些层次搭配啊，或者是不同的穿法，然后让整个穿搭看起来很新颖，很为之一亮。也会追踪一些就是穿搭的 influencer 啊，像台湾我就蛮喜欢看 Peach 的穿搭，然后我平常也会刷一些 TikTok 啊，上面就是会推播一些国外那种穿搭部落客的一些穿搭示范的影片。不过我觉得穿搭灵感看了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内化成适合你自己的那种风格。像我自己觉得我来之后被美式那种衬衫的穿法影响蛮多的，就是台湾可能都会扣子扣的比较多，但是美国他们都会开到可能2-3颗都不会扣，然后胸膛这边就露出来，然后再搭配一些项链啊，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然后也蛮配我现在比较长发的一个造型，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后来在看到那些穿搭灵感之后有内化成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饰品的话，其实我衣服跟饰品目前都只在二手店买，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好的二手店。那我目前比较喜欢的项链风格就是这种比较偏中长类型的，这样你衬衫穿起来的时候，胸膛露出来的地方就可以露出这整条项链，像这样子，或者是卡在这种颈部的颈链，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戒指的话，最近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宝石矿石风格的，然后银的戒指我目前是蛮爱的。家人 PUA 你怎么办？ PUA 是情勒吧，我刚刚查了一下，希望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我先说，我觉得我家人没有做出什么超级大情勒的那种事情，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爸妈的关系去要求什么这样子的情况是一定有发生过的。那我现在的做法其实就是，我觉得在我可以容忍的或者是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基本上你要我多花一点心力或者是钱去帮他们达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100%乐意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家人在我整个顺位里面是排很前面的。
但我同时间呢也有设一个就是标准，就是我觉得过了什么样的程度，超出我能力范围啊，或者是我认为不合理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表明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到，或者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讨论一下。自己现在已经出社会开始工作之后，我就清楚意识到说，我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我有100%的权利去决定我想要做的事情啊。我对于别人的要求，我也没有必要完全的去答应或者是妥协。再来这个也跟家人有关，他说他想要出国念大学，但是爸妈就是很坚持要在台湾先念书啊，就不让他出去，该怎么办？因为我大学是念医学工程嘛，可是我觉得我转跳到行销，我表达这个想法的一个模式呢，并不是非常跳跃式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渐进式的。我还记得我应该是大3刚开始的时候，跟我妈提说，我想要出国念行销的硕士，然后我还是继续把我的医学工程的书念完。但是在大3、大4那2年呢，我就是做了很多行销方面的实习啊，自己去处理就是硕士的申请啊，也没有找任何代办，花任何1毛钱。那我一毕业的时候，我也拿到一个我觉得薪资跟待遇都还不错的一个外商的 offer， 然后在台湾先工作。我觉得整个过程下来啊，有让他们慢慢知道说，我对行销这个领域是真的很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对出国这个决定也是有很大的责任心。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妈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你的一个很突然的提案，他们也是需要一个理由去说服他们的。如果你真的是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你自己也是要付出一定强度的努力。再来呢，是对于有兴趣走行销的大学新鲜人有什么建议？那我自己觉得在行销这个产业里面混大概3、4年之后啊，我会觉得他还是需要去培养一个行销领域里面比较专精的技能，因为我觉得行销常常会给人一种什么都要会的错觉。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做社群行销啊，那你可能也是专精于不同的平台吗？像是 IG、TikTok 或者是 Facebook， 会的技能是内容的创作吗？还是文案的撰写啊？那如果是广告投放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平台跟工具可以去使用，那你也可以选一个作为你比较擅长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会说，就是在你大范围的可能了解行销这个领域之后，你可以选定一些你可能比较有兴趣的产业，然后再去看说到底有什么技能是这个产业里面比较通用的，然后再去做一个比较精细深入的学习。那我自己觉得对于你未来在有兴趣的产业里面做行销应该会蛮有帮助的。这个问题蛮有趣的耶，如果不走行销的话，会想往哪个行业走？现在对我来说，行销就是我人生职涯的第一志愿嘛。但我其实有几个想法，如果不做这个的话，我蛮有可能就是做 influencer、YouTuber， 就做这种创作者的产业。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一直以来对影视产业都还蛮有兴趣的，不论是就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那种。再来还有可能在咖啡厅或者是2手衣店当店员啊。然后我自己对教育业也蛮有兴趣的。就我从以前大学都带过蛮多营队啊，然后像我现在在 NYU 工作，也是算是教育产业的工作。其实我对于教书还算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也曾经有想过我会不会变成老师。大致是这样子，说不定我以后真的去做那些事情也不一定。我的头发留多久好整理吗？我这个头发呢，目前留到现在应该已经快9个月了。就我今年就回台湾的时候，我有稍微给设计师小剪一下，但只有修层次，长度是基本上没有变的。然后好不好整理，其实我没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就把它吹干而已。然后我还蛮认真护发的啦。可以分享读书挫折时如何调适吗？我其实一直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少，或者是甚至没有几次分享过。我有分享过吗？我完全不记得我有分享过考试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真的很多人会问我读书的一些技巧，那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成绩就真的很烂，我就是几乎都拿 C 就是60到70分之间，我就只求不要被当。然后我现在在念这个硕士呢，课都是 presentation 报告啊，然后考试很少，也不用写什么毕业论文。我当初选这个硕士就是因为我就是不要再考试，我恨透念书，我也恨透考试。那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就是摆烂。没有在开玩笑，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问我读书相关的一些就是问题了。想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像是挤乳沟一样把时间挤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的描述也是蛮到位的啦。然后我自己在时间管理一直有一个蛮大的观念，就是即便你知道时间有限，你今天有很多事要做，但我觉得那些事情里面一定有一些是你今天就是非得做完不可，有一些事情是你可能可以放到明后天，但它还是必须得做完的。我觉得你列出那个优先顺序，然后再把它平均分散
到星期一到星期五。在那之外，我觉得每天都还是一定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做你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利用周末，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周末就是要休息或出去玩，可是如果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做那件事情对你来说就是休息的一种。比如说现在是周末，然后我拿来拍影片，拿来剪影片，即便它不是一个真的所谓的放松耍废，但是因为它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用周末做也完全没关系。如何保持动力、时间规划在社群经营与 YouTube 频道的制作呢？我自己觉得在不论是拍影片或者是经营社群这一块，我也是摸索了蛮久，然后我觉得我后来有得出一个我自己最舒服的形式。我每个礼拜呢，就是至少会有一支 IG Reels 的影片，然后每2个礼拜呢，至少会有一支 YouTube 的影片。维持这个底线，我做影片我就是不会觉得累，也不会遇到那种我就是想要耍废偷懒到可能1个礼拜连一支 Reel 都做不出来的状况，就是 never。那我觉得摸清楚这个最适合你自己的创作频率，我觉得才是维持你长久创作以及不会有疲乏感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以前也是会想要每个礼拜都有一支 YouTube 影片啊，然后那对我来说就是负荷太大了。我觉得其实不用周周更新，就是让你的观众知道说你更新的频率是多少，让他们心里有一个底。我觉得你就已经做好了身为一个创作者的责任。最近在考虑留学的问题，想问马他上班兼上课的日子会觉得很硬吗？身心和生活品质的部分，目前的话其实我觉得不会。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现在念的书是行销，是我有兴趣的，然后我现在做的工作呢，也都是在我有兴趣的产业里面做行销。我就是一个做没兴趣的事情会觉得心超累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有避开这一点，帮助我现在在即便要同时上学上课的情况下，也不会觉得说心理上面有很大的depression 或者是不愉快。我有尽量维持我生活的作息是很规律的，就是我其实很早睡觉，有追踪我的人就知道，然后我也尽量都吃得很健康啊，然后我也多走路啊，就我觉得身体的状况真的会很容易影响到你心理的状况，所以在这边请大家早点睡觉好吗？一个人生活会孤单吗？不会耶。我目前觉得这种一个人生活的形式啊，你不用去顾虑他人感受，或者是不用给别人一个交代的模式，是我会想要继续维持的。其实我自己是那种如果跟朋友出去玩，我就会一直顾虑到他们感受的人，我就会希望他们都玩得开心啊，但我觉得会让我心很累。所以当我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就只要对我自己负责就好。即便今天天气很热啊，没有赶上车啊，我也觉得没关系，反正就是只有我一个人需要去承受那个情绪。但我还是会跟朋友出去玩啦，只是就是大概90%、80%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这样。想问马他的个性本来就是那么想问马他的个性本来就是那么乐观开朗吗？看你的影片真的得到好多正能量。我觉得我的个性呢偏正向乐观，然后我觉得我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想要主动去解决。但同时间我也得跟大家讲，我觉得在社群上面呈现的形象呢，真的还是跟我现实生活会有一点点的落差，因为我觉得我在社群上面还是 po 我开心快乐的事情居多。但当然我一定会有遇到困难，或者是觉得很沮丧、事情不如意的时刻，但那种时候我都会想要赶快解决，然后也不会有想要分享那样的心情到社群上面的一个冲动。虽然我今年有想要多做这件事情。另外其实我现在也不太回答要如何面对低潮或者是心情不好该怎么办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后来发现它其实跟你本身的个性以及你看待事情的方法很有关。如果你那个念有转过来啊，其实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但我觉得那种事情不是我要你转就可以转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比较少回答这一类型的问题了。请问你觉得自己做过最疯狂的事？这个问题我刚刚真的想超久我真的是想破头，我都有点不知道要回答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超级规划控，就其实大家看到很多事情啊，不论是我在经营社群上面啊，或者是我分享过任何事情，我都是会很早开始规划的人。我的行事历通常都写到大概3个月之后啊。我想到一件疯狂的事情了，等一下，就我们以前大学营队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游戏我们就是要在信义区信义威秀那里面玩一个 RPG， 大家跑来跑去的。我还记得在那个教案里面，我扮演的角色是海贼王的娜美。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真的穿了一个超级巨乳装，然后那种超辣的辣妹牛仔短裤，我就穿那样子，然后在幸运区里面跑来跑去，这样跑了一整个下午。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以前真的是蛮没有羞耻心的。之后职涯待在美国发展吗？想问之后毕业会不会留在美国？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多人问。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是，因为我毕业之后会有1年的 OPT 嘛，所以我可以在不用抽签证的情况下在美国工作，所以我应该会尝试可以的话就在美国找到一个工作。那会不会在纽约的话就不太一定了，因为我其实心里是有想要
搬去其他城市生活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来纽约生活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喜欢探索新环境，而且向往在新的地方生活的一个人。所以虽然纽约没有不好，但我觉得这2年对我来说也蛮够了，所以我很希望之后有一个机会可以转跳到其他地方。马哈觉得在纽约或美国读书如何，还有在美国生活会与想象中有所出入吗？我其实来纽约之前呢，我的同事就因为我在台湾是在外商公司工作，然后有一些人已经在纽约生活过，或有一些人就是在纽约长大的，他们就有不断的跟我打一些预防针，比如说就是纽约很脏乱啊，纽约物价很高啊，所以其实我来的这1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 culture shock， 或者是会觉得哪里不适应的地方。那也可能是因为我在这边有工作，所以就是你知道都跟美国人他们一起工作，所以就很快就上手了这样。但是我得说，就是这边尤其在纽约，我觉得物价就是真的很贵。然后工作，我觉得现在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也真的就是不好找。如果要来美国朋友，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不论是找校内工作啊、实习或者是正职工作，应该都会相对起来比较有机会。最后一题。有人问说，想要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以及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我就回答说，我梦想的工作、职业以及生活是什么好了。我蛮希望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 freelancer， 就是接案的工作者，然后可以以这个为生，然后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以及国家转居生活这样子。那目前我还在朝这个梦想努力迈进当中。那至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感到非常踏实的人，即便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啊，我都可以对于我现在要做的每个选择不感到后悔，然后也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选择，我为何而做。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我认为成功的人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也蛮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啦，终于回答完所有问题了，然后也是回答了蛮多我以前没有正面回答过的问题，然后也希望有让大家知道比较不同面向的我。最后还是很开心 YouTube 破1万订阅啦，因为 YouTube 这边其实是我最早开始经营，但是最慢才破1万订阅的一个平台。不过我还是非常享受就是这个过程，所以今后也是会继续分享更多影片在这边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或者想要看到我更多纽约生活分享的话，记得去追踪我的 IG。YouTube 这边双周3会有一支新影片，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喽，拜拜。